恭喜周掌柜，是个女以我娃。二月英现在的虚弱程度，大概需要18年才能苏醒，天道定然会再次降临。他竟给我断臂咒，中毒咒，脏牛，我定会亲手杀了你。朱雀之主有令，要你与红蝶一战。这仙夷之地着实有些危险。仙夷之地可助我提升本尊修为，所以即便再凶险，我也必须得去。No more。请对老夫胃口，做我弟子如何？晚辈愿意。孙道友，可曾想起什么？啊，当年之事，是孙某鲁莽了，王道友莫要见怪。短短200年，当年的结丹修士居然已突破化神，修为压过孙某。倒是孙某该向王道友请教一番了。啊，王道友此番来碧阁，不知道看上了哪件法宝？6品丹方。若是其他物品，在下可以做主送给道友，但这丹方是有人寄售在此，孙某确实无法帮忙。无妨，若是换不到，我抢来拓印一份便是。此人看似温和，却杀机四溢。若是真在我阁内动起手来，如何是好？接下来将是一件重宝，此物想必各位道友都已经知晓，它是一张6品丹方。6品丹药只有朱雀国才可以炼制而出。但若是拥有了丹方则不同，此物的价值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按物主要求，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。这谁拿得出来呀？可有道友出价？我虽有比灵石贵重的仙玉，可若是用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引发朱雀国追查。我以此物作价。好。道友，你可曾见过此物啊？王道友，那木雕之内的血色经脉，莫非是雪域国的冰雪傀儡之术？此物我等并未见过，但可以确定它的功效与元婴后期的傀儡一样，因此作价5000上品灵石。道友莫怪，阁内小辈不识货，单凭血经脉就可使那傀儡的价格翻番，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一丝化神意境。道友，这法宝老夫买下了。这枚紫玉简，可以在我炼气阁任意一殿换取2万上品灵石。2万上品灵石。2万！我家小姐出3万上品灵石。3万！又来个！竟给老夫添乱！要是这小子真的动手，王兄，我这里还有4000上品灵石。不用。你2人在此守护。是。晚辈子熙，见过前辈。你引我来此，若是不能说出让我满意的原因，休怪我无情。前辈心智过人，小女子佩服。莫有废话！刚刚化神尚未稳固，领悟的也不过他人意境。退下！
如此亮丽。前辈，晚辈之前鲁莽，实乃逼于无奈，还请前辈看在这6品丹方的份上，帮晚辈一次。晚辈乃周国缥缈宗之人，我父亲是缥缈宗宗主。20年前，父亲进入仙夷之地，至今未归。那仙夷之地是朱雀心2大兄弟之一，与九幽蛮荒齐名。晚辈的修为无法进入，还请前辈助我进去，把我爹骸骨找回。没有时间。此玉简价值2万上品灵石，算是拓印之钱。这归元丹方中记载了各类药草及材料137种，其劣质难度前所未有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中药材大部分是稀世珍宝，并且早已绝迹。我宗也只有不到20种存货，空缺的药材只能逐个研究，找出其代替品。婉儿的身体，不知还能等多久。云天宗上下待命，不计代价，宗内有的立刻取来，若是没有，就高价去其他宗派换。这丹方当中的药材，不乏一些4、5级修真国的镇派之宝。那我便亲自去取。走吧，都给我仔细的找，要快！大长老，宗内所有4品炼丹师均已到齐。不对，统统不对！期待药材的属性分离及搭配，绝不许有丝毫差错。再粗心大意，统统给我滚出云天宗！婉儿，这是我生死一境当中的生机之气，你吐纳看看。我感觉好了一些，只是忽然有了困意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想要这生气在你体内发挥作用，就需要长时间的休息。你安心歇息。师兄，婉儿不怕死，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300年才开花的陀罗莲，老子终于等到了。也敢抢！今天你走不了了！拦我者，别怕，我在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死气磅礴，
婉儿的状态越来越差了。不够，不够，再去找！拿来！拿来！拿来！大宗主真是辛苦，既要外出到各地寻药，又要趁着宗主清醒前赶回。宗主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自从我返回楚国，2年来不间断的行气滋养和灵力灌注，婉儿却还是越来越虚弱。婉儿若是强行结印，怕是元婴尚未形成，肉身就会立刻死亡。那时，未成的元婴也只有消散一途，连聚魂都做不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大宗主，最后一味幽魂草，用另37种药材替代，大部分的很好交易。我有一味，在4级修真国阴阳宗主。数万年前，阴阳宗本是5级修真国，这次宗主请千万小心。何方小辈，来我宗撒野！宗主一去数月，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不能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师兄会回来的，他说过他会回来的。可是，我信他。快为宗主输送灵体！压制不住！
海炉炼丹。想什么呢？在3级修真国，6品丹药闻所未闻，归元丹更是夺天地造化。即便是欧阳子前辈，恐怕也难以成功。婉儿，你可知云天宗上下最有可能化神之人是谁？就是欧阳子。他对丹道的痴迷已臻化境，有这份通天执念，将来感悟化神意境之时，毫无阻碍。别担心，欧阳子定会将归元丹炼出来的。哎呀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个也不对，大宗主，不对。统统都不对。5品巅峰还不够，若是丹药太迟，婉儿的身体会先撑不住。丹房驻地，贼是误入。是不是你们？若是还需什么，是不是他？随时来找我。不对。婉儿寿元将近，多年来全靠丹药透支生机，戒应是唯一之法。但此举忤逆天道规则，他必不相容。天道并非无形，而是存在天地之间，干涉众生。火龙剑。结应之时，若真有天劫降临，唯有以尽之硬抗。以大宗主的禁制手段，这山谷竟成了楚国上下最坚不可摧之地。可是大宗主到底在防备什么？
准备的这数十道禁制，才勉强挡下天阶一击。天道之力，恐怖如斯。成了。这是死寂。不对，婉儿元婴一成，寿元未尽，怎会出现如此多的死寂？天道，心灵。终究还是在天堂之下挣扎徘徊，水与魔。师兄，就算岁月归期，天道不容，我儿一生有你，不要。不要！不要！生明灭烟波，渺渺萤火，散入水墨。若宿命陨落，这一刻梦。凋零后融成江河，天道又如何？那便战吧！辗转几世的寻找或漂泊，怎抓不住只要你死，我也要把你抢回来！我不胜寒冬天意的执着。所幸心一层泪落眼灼，说捍卫执手看破长劫野火，粉碎规则，把我脱宿命漩涡，奔向你在这一刻，逆天道正因果，一生绽放过，此去轮回擦过，还你眼底星河。心堕落，梦何肯飘泊？能否将一双手摘紧握？逆天道付尽心落，轻抚我心中漩涡。宿命从身我二肉身生机断绝，但元婴一成。皆可舍，唯有你最难舍。轮回跨过，能与你在明眸片刻也值得。师兄，逆天道宿命奈何？要行使天道规则，前来逆
之战，凡人竟无法感知。婉儿，元婴，休婉儿痕迹，我亡灵偏不！现在，他以元婴之体沉睡，再次凝实，增加寿元，符合天道的规则。19年后，他元婴苏醒之日，我知道你还会来临。不过下一次，我依然还会阻止。这是阻碍天道的惩罚吗？我修的便是天道轮回之术，终有一日，我必取你而代之。到时，我让这天道规则按照我亡灵的意志行事，我让你跪在我的脚下。能让佛陀动。这是死气。
感觉好些了吗？你还走吗？不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婉儿，你刚好些，快好好休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上次离开时，婉儿上海安好。回大宗主，李长老100年前3次结营失败，尤其是3年前那次，更是险些身亡。自那之后，他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。唉，之前老夫为宗主调理身体时，发现他曾因过度施法而伤及本源，导致寿元大减。如今宗主寿元已尽，全凭丹药续命，才撑到现在。若是寻常结丹修士，恐怕早已伤及本源。那御剑威力如此惊人，竟是婉儿消耗寿元炼成。婉儿与王卓不同，她当时寿元未尽，我还能助其转生。可婉儿寿元已然透支，强行改命，定难逃天斗数月。现如今，只有助他成功结营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刘备、宋清，在。我要带婉儿离开。从今日起，云天宗继续由你们掌管。是。还有，我是曾牛一事，不可告诉任何人。至于那些弟子，大宗主放心，我会抹掉他们的记忆。羽飞愿追随大宗主，护宗主安全。铁爷也是。周易前辈曾嘱咐过，仙域宝塔必须在阴寒之地释放，体内仙气也能暂时绷住婉儿，压制体内的死气。塔中虽只有一丝稳定意念，但威力着实不容小觑。多谢大宗主。这些年，我确实亏欠婉儿太多。师兄，你醒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一位前辈的法宝。此次仙界之行，我有缘与一前辈结识，他临终前托付我，让我帮忙照看此宝塔1000年。可是，在仙界发生了什么危险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若想听，我便一一讲给你。所以，这宝塔中是周易前辈的妻子，而他则为了替妻子报仇，化为剑魂追去大罗剑宗，不知结果如何。不论结果如何，这都是他的选择。希望他可以如愿。这是送你的礼物。虎皮灵丹丹方，这些都很珍贵。师兄从哪里得来的？你若喜欢，往后我再多多帮你寻来便是。谢谢师兄。师兄，婉儿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何事？这是云天宗众人的魂血，辛苦师兄帮我归还于他们吧。
我怕自己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再连累了他们。你不会死，婉儿，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死，绝对不会。你就在此处安心疗伤，我定能将你治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。大宗主，已经确定了，修魔海内即将拍卖的6品丹方，正是归元丹，就在7日后。这是请帖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先告退。等等，每一个化神修士，都要有一段自己对天道的感悟。天道虽无情，但你要寻一段经历，至少让自己感动。你二人体内的灵力较为庞杂，这宝塔是最好的磨压之地。去百里之外，何时能凭自己的修为走进3里？我再继续点拨你二人。多谢大宗主。仙域宝塔虽然能压制死气，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。若有6品归元丹在手，定可彻底镇压死气，为婉儿恢复生机。6品归元丹是典籍中的上古神丹，没想到丹方会在修魔海出现。我会拿到的，祝你结英。师兄要走，我去交会，很快。